这期内容我们先不说任何别的，我们先来聊聊价格。这是尼康的 Z62， 在2020年发布的时候，首发价格是13799元，而这是尼康全新发布的 Z63， 这换了一代，它价格变成了18999元。说真的，你这很难见到同一个型号的产品换代，价格会飙升5000块钱。所以尼康 Z63 必须要有点东西，你才会愿意掏钱，对吧？于是你会看到这台相机有 6K 60帧的 NRAW 视频的内录， 4K 120帧的视频，每秒120张的照片的连拍，这些旗舰相机都才有的参数，甚至旗舰相机都不一定有的参数 ，Z63 也有，所以还是非常带劲。而今年，我想你也已经基本上都听到新闻了，尼康把他的诉讼对手 RED 给收购了。他们之前因为 RAW 专利一直在打官司，然后尼康打说，嘿，我发现你这个 RED 估值也不高了，那我就把你收了吧。于是花了几个亿，把 RED 这家公司全资给收购了，变成了尼康的子公司，真的很离谱。那这方面也说明了，就是尼康他们非常重视视频方面的功能，他们不想放掉 RAW 的内录。那我们就很好奇，尼康 Z63， 如果你买它是为了拍视频的话，它对不对得起这18999块钱的价格？也许你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Z63 的视频方面到底好不好。Play it back again, just one more time, 'cause I wanna see it whenever I close my eyes. If I write it down and hold it close, would it give me this feeling whenever I need it most? 其实客观来说 ，Z63 的视频真的很强，但这段时间用下来以后，我们发现我们会更加喜欢用它来拍照，这就是一台静态、动态双修的相机。像这些照片都是我们用它所拍摄的，整个体验相当不错。那当然，照片我们不会过多的讲，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别的博主，他们也会讲得非常详细。我们主要还是讲动态视频方面。那得益于尼康这块全新的2400万像素全画幅的部分堆栈式传感器。就是没错，不是全堆栈式，部分堆栈式，这是尼康目前对它的命名。这是一块尼康说的他们研发的全新的传感器，让 Z63 有了更快的读出速度，也就更适合拍摄一些高速运动的物体。所以总的看下来，你看 Z63 的果冻效应控制非常优秀。现在 Z63 也换上了和 Z8、Z9 同款的 XB 的7处理器，拍摄规格也得到了提升，最高来到了12比特 NRAW High 全画幅录制的 6K 60帧的视频，这一点真的很强，这是别的相机所没有的功能。我觉得在画质上 ，Z63 尤其是锐度，就是在行业的第一梯队，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在拍摄 NRAW 视频的时候，理论上你可以在后期随意的调整画面的曝光，还有白平衡，从而为前期提供更多的保障。比如你画面前期白平衡设歪了，以前正常的相机正常的编码，你把它拉回来，画面看起来就很奇怪。而使用 Z63 的 NRAW， 如果你前期白平衡偏了，你只要后期这样一拉，它立刻就能恢复过来，这是拍 RAW 最大的优势，这个体验真的很棒。所以一开头我就说了 ，Z63 的视频功能直接看下来画面真的就很棒，它的编码规格也很齐全，继承了 Z8 所有的编码规格 ，NRAW、ProRes RAW、HQ、ProRes 422、HQ、H265，还有 H64 编码。不过在拍摄 ProRes 的时候，你依然需要注意它是只有 HQ 没有 LT 的，这就意味着你还是需要面对非常庞大的数据量。我们之前在 Z8、Z9 的评测里面都抱怨过这个问题，但是尼康就是一直很奇怪的嘴硬着，今年 Z63 也依然没有改变这一点。那同样没有改变的是，目前编码之下，你都可以选择录制 N-Log 或者是 SDR 直出画面。那简单来说 ，N-Log 就是可以拍摄和 NRAW 近似的这个动态范围、画面细节的视频，同时有更小的文件体积。那 SDR 就是一个画面直出，可以更加快速出片。但是尼康的 N-Log 一直有一个我们已经说了无数次的这个问题，比如当你面对画面里有大量纯度较高的蓝色的时候，就会有蓝色的溢出；再比如你曝光不足的时候，暗部会出现这种非常明显不是很好看的噪点。这时候真的会有点奇怪，就 Z63 我觉得它做对了很多地方，就是画面什么，我觉得在正确的情况之下它是非常好的，但是它有的问题这已经存在好几年了，而且不是只有我们一家在说，所有的消费者还有博主都在讲这个 log 的问题，但是尼康它就是没有修正。所以当前你要用 Z63 拍摄 log 视频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向右去曝光一点，就是把画面稍微往亮的方向去曝光一点，但是不过曝，这样后期再拉回来，整体的信噪比会更好一些。那在光线环境不太好的场景里面，你需要尽可能增加进光量，可以选择布置灯光，或者换上一个更大光圈的镜头，比如这个
好吧，这个有点夸张，这个0.95的镜头，这个只是我们借来展示一下的。这个镜头真的很棒，可能是用尼康 Z 卡口里面最特别的一颗镜头吧，58毫米 f0.95，我们上次用过以后就流连忘返，非常特殊的一个视角。那 Z63 也是目前少数支持记录全画幅没有裁切 4K 60帧的相机，所以无论你从画面的锐度还是读出速度来看 ，Z63 在 4K 模式之下应该都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超采样，所以会让你获得一个比原生 4K 更加锐利的画面。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和索尼 FX3 的对比，我觉得还是要锐不少的。那么在这么多录制规格里面，如果你一定要我们推荐1、2个录制规格的话，我觉得除了 H265 视频这个 4K 的画面，我更会推荐录制 Analog监看模式之下的 High 的 4K 60帧的这个格式。有点长，但这个格式有很多优点。第一，它文件会小很多，同时画面锐度我们看下来也很优秀，兼顾了画面的质量，所以算是一个比较甜点的一个选择位置。You're the one and only ever constant thing. You make my heart feel alive. You help open up my eyes of all that I've seen come and go. You're like nothing I've known.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画面里面所有事物都被放慢下来的升格镜头。看上去就很舒服。4K 120帧的录制，这一次也加入到了 Z63 的录制规格里面，画质是非常不错的，对焦响应也足够快。光是这 4K 120帧这一点，在全画幅相机里面就已经非常少见了。那只不过唯一要抱怨的一点，就是这 4K 120帧有着1.5倍左右的裁切，就全画幅之下裁切一些。不过现在你要真的说整个市场上有全画幅 4K 120帧没有裁切的相机，好像只有索尼 A93、FX3 和 A7S3 也会裁切一点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完全可以原谅。整个看下来，我觉得 4K 120帧 Z63 表现是很优秀的。那另外这次 Z63 还新增了 1080P 240帧这个更高的帧率，会裁切一点点 1.04 倍，非常少。那我个人用下来，虽然视觉效果还不错，但是我不是很推荐使用它。哪怕是在光照环境非常优秀的地方，你依然会发现画面里面有很多明显的噪声，因为它画面跳彩了，所以锐度什么各方面下降也会非常的明显。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拍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 Z63 的 Analog 之下6400 ISO 似乎是它第2个可用的档位，所以当你从5600 ISO 拉到6400，你会发现画面突然会变得非常的干净。所以在日常拍摄过程之中，我会更推荐你是使用 ISO 800，或者说 ISO 到4000以上的时候，直接开到6400，这样的话你的画面也许会反而更加纯净一点。外观方面，相比4年前尼康发布的 Z62、Z63 的外观较上一代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只能说是复制粘贴，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反正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工作伙伴，延续了上一代的机身设计，深厚的手柄、高亮的屏幕，以及一个可以显示参数信息的监屏。不过这一次它新加上了夜光按键，可以让你在比较暗的环境之下看清监屏上的信息，那这些都挺不错。那并且尼康这一次还升级了 EVF，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亮度来到了最高4000尼特，像素达到了576万。那你打开菜单的这个高帧速取景器显示，就能获得一个更高帧率的 EVF 画面。整个体验用下来，像我这种不是特别喜欢用 EVF 的人，也会非常频繁的把它放到眼睛前面来拍摄视频。相对有一个3点的固定，所以画面也会比较稳定。同时的话，在日光之下能够有更好的曝光，还有对焦的调整。那再说到 Z63 的对焦，我觉得现在还是有所提升的。Z63 拥有了和 Z8、Z9 同款的多种主体识别，比如人物、动物、汽车、飞机，这些它都能够识别。那在标准的设置模式之下，整体的对焦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不过响应速度还有跟焦的准确度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吧。比如说，如果有个前景的遮挡，那么 Z63 大概率还是会丢焦一下。所以对焦的话，如果索尼佳能是在第1梯队的话，那我觉得 Z63 就在 T2 的高阶 T2 和 T1 之间这个位置，你可以做一个参考。Z63 依然选择了和 Z62 和 Z8 同款的这个 EN-EL15C 电池，在我们测试之下 6K 60帧的 N-RAW 视频录制了72分钟，那甚至把一张2TB 的 CFB 卡录满，它都没有过热，那这一点还是非常好评的。续航的话相对来说短了一些，没有 Z9 这么长，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这一次我们测试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在我们拍摄 H65 电码不是 RAW 视频的时候，它 Analog 5.4K 60帧的视频只过了20分钟就过热关机了，然后后面又连续遇到了2次停止录制然后死机的现象，必须要抠电池才能把相机给关掉。我们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但是确实遇到了，理论上应该固件更新可以修正它。
但是这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接口方面 ，Z63 还是比较齐全的，一个标准的 HDMI， 一个 Type C， 一个3.5毫米麦克风接口，一个耳机监听接口，以及一个快门线接口，构建起了 Z63 的整个 I/O。那卡槽方面和 Z8 一样 ，Z63 选择了一个 CF Express Type B 卡槽，还有个 SD 卡槽。一张 1TB 的 CFB 卡最长可以录制35分钟左右的 6K 60帧的 MRAW， 文件体积稍微有点大。那如果想节约一些成本，你依然可以使用 SD 卡来录制 H.265 编码的视频，只是没有 RAW 的记录能力。那收音方面 ，Z63 的机内麦克风收音效果，这次我们测下来发现非常不错，应该是所有的这些微单里面收音效果最好的那一档。你可以听一下机内收音和外置麦克风的区别，但客观来说，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现在你听到的是来自尼康 Z63 机内麦克风录制的声音，你可以听听效果怎么样。现在你听到的是来自索尼 A7S3 机内麦克风所录制的声音，你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参考。现在你听到的是来自尼康 Z63 连接外置麦克风所录制的声音，你可以感受下有什么区别。那说完了参数还有基本的外观，现在我们就迎来了这一次我觉得 Z63 对我们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一个改进。首先是这个屏幕加上了侧翻屏的 Z63， 现在也正式加入了自拍可以自我取景的这么一个阵营，对博主，尤其是做的这种讲话的博主，还有拍摄 vlog 的人来说，应该都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很小的改进，但是我觉得能够看到自己来进行曝光和构图，对博主来说至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基本上是不可或缺的，这样可以省掉一个外接的监视器。那其次是防抖的提升，在使用 Z63 拍摄的时候，我们感知还是比较明显的。开启这个运动模式防抖之后，你就可以在手持的时候获得一个近似于三脚架的这一个固定镜头。那你开启电子防抖之后，甚至可以走一走、动一动来拍，可以获得像这样的运动镜头，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但是你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Z63 电子防抖它也不是完美的，你依然可能会遇到画面里面像这种消除 Z 轴晃动出现的难以消除的伪象。而在使用类似于1424这种超广角镜头自拍的时候，请一定要稳住你的相机，不然还是会有这种概率产生，就是边缘拉来拉去，我们把它叫做垃圾现象，影响到你的画面。当然这是所有相机厂家都有的问题。客观来说，尼康在参数、相机设计、按键布局方面已经非常出色了。当前看下来，我觉得真的只是有些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尼康这个菜单，我觉得有很多功能的翻译，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什么这个设定优化校准，结果是一个类似于富士胶片模拟的功能。再比如这个视野辅助，结果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伽马辅助显示，就是把你的 log 画面还原到一个正常的画面。并且尼康把很多功能藏得非常深，你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整个菜单，才能用得更加便捷一点。那另外在 log 模式之下，监看的问题也依然存在。如果你开启了尼康机身中的这个视野辅助功能来进行 log 视频的拍摄，那目前你仍然不能得到一个非常良好的视频监看的体验，因为尼康机内的这个 N-log 还原 LUT 加载到 N-log 之后，它的高光是会被切掉的，这个很奇怪这个模式。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再来拍视频，你会发现很逆天的一点，就是屏幕如果是显示正常的画面，你实际拍出来是欠曝的画面；屏幕如果显示过曝的画面，你拍出来却是正常的。这么多年了，尼康还是没有改。所以当前我觉得尼康最需要修复的问题就是这个，因为真的很恐怖，所有的旗舰机在你拍摄视频的时候，你都不能把它还原到一个正常的画面来进行监看，因为一还原就会显示是过曝的，那你只能用这个 N-log 画面来看。但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无论是对焦还是调整曝光还是看构图，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尼康既然已经把 Red 收购了，应该尽快学习一下 Red 的色彩管理，相对来说还是会好不少的。总的来说，尼康对于 Z63 的定位，我觉得就是一个单兵作战的水桶机。虽然我们讲了不少的问题，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 Z63 它是因为有太多的优点，导致我们只能挑这些小小的缺点来讲了。我们也期待未来尼康能够吸收 Red 在专业视频领域的经验，能够给这个 Z63 上一个什么鸡血固件，把这些功能改一改，真的 Z63 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用。我觉得从评测的角度来看，我都很难去挑它的刺，可能除了动态范围稍微小一点，这是我能挑的最大的这个词了。Z63 真的很棒，你会选择买它吗？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别的朋友想买 Z63 的话，也欢迎分享这个视频给他看一看，应该会对他有些帮助。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见。